沙帕是位于越南北部山区的小镇，位于黄连山脉的心脏地带。在这里可以登上印度支那的屋顶翻西邦峰，俯瞰壮观的梯田涵盖云雾的山峦，也可以参观传统的村庄，体验多样化的少数民族文化。由河内出发前往沙帕约5小时左右车程，通常会至少安排2至3天的行程。第一天如果到达的时间比较晚，可以先在小镇上逛逛。沙帕镇以Sun Plaza与旁边的教堂为中心，越靠近Sun Plaza的旅馆越方便。镇上的几个值得一访的地方有沙帕教堂、沙帕湖、沙帕市场，都是从镇中心走路可以到达。白天时最热闹的是镇中心Sun Plaza前方的广场，你经常可以看见穿少数民族服装的人们在此穿梭叫卖。广场前也经常有些街头表演。沙帕教堂是由法国人建造的小石教堂，教堂就在广场正前方，至今仍然是城镇的中心地标。在星期天和特定的晚上开放，供人们参加弥撒和祈祷。沙帕湖从教堂走5分钟就到，是小镇主要景点之一。想要从水上欣赏沙帕，也可以租小船游湖。沙帕市场是买纪念品最合适的地方，可以买到当地手工艺品、各种南北杂货，价格可以很合理，但是杀价是必须的。到了夜晚，Sun Plaza附近更是灯火通明，附近的火锅一条街是吃饭的好地方。虽然火锅并非本地传统食物，但因为沙帕地势高，天气相对寒冷，因此火锅自从传入沙帕后大受欢迎，已经成为当地特色食物。山羊肉、牛肉、猪肉和鱼肉都是沙帕火锅的常见选择，配以当地的新鲜蔬菜和香料，味道独特。在沙帕我们尝试过几家不错的火锅店，详情都放在下方链接中。隔天我们前往沙帕必游的翻西邦峰，行程从第一段的单轨列车开始，车站就在Sun Plaza里面。进入Sun Plaza后，很容易找到往车站的标示。车子的班次够多，等待时间不会超过15分钟。列车从镇中心开往摩昂赫瓦站，发车后车程其实只有5分钟左右。列车上就可以看到山谷中沙巴有名的梯田景观了。外面的车来了。如果你喜欢登山，其实也可以花2天徒步上山。不过传统一定要徒步的路程，现在有了Sun World的缆车送我们上山，只需要5分钟而已。第一段车程在摩昂哈瓦镇下车，我们将会在这站转乘缆车，经过途中一些小店、画廊，很快就到同一栋建筑中的缆车站了。上了缆车，缆车车厢不小，坐了10几个人，四面都是玻璃。高山上经常起大雾，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，不过云雾散开时看得相当清楚。这段缆车路线对很多游客来说就是此行主要重点，长达6公里以上的缆车路线上可以看到的景非常漂亮，有整片的稻田景观。缆车渐往山上行，中间一段完全被云雾笼罩，持续往上，拨云见日时就能见到超美的云海。翻西邦行程大约需要半天，包括缆车和入场的套票可以在网络上购买，扫 QR Code 进场即可，可参考下面连结。大家，我们下了车以后，其实就去经过一条像美食街之类的，然后还要坐个电梯，然后现在走出来，据说是往这个方向。上山之后天气很冷，我们先往山上走去找单轨车站，走上阶梯后会经过一些寺庙，可以先略过，下山时我们会再经过。大家，我们终于找到了这个火车站了，它现在还是在雾里中。这边的单轨车站小小的，车厢不大，所以反而是3趟车里排队排得最久的一站。我们大约等了10分钟才坐上车，车程实际上只有2分钟而已。如果运气不错，云雾小一点，这段车程也会是看大佛最好的角度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宫顶了。虽然是跳着小火车跟缆车，对，然后顶上就是这样的，人相当的多。然后那边还有一个看台，等一下希望我们可以遇到晴天的时候。翻西邦峰是印度支那半岛最高峰，被称为印度支那的屋顶，名列沙帕旅游清单之首。原因就是高山上的壮观视野，可以俯瞰整个沙帕。云雾散去时，山顶看台上的风景当然不是盖的。山顶上人相当多，我们搭车攻顶如此轻松，徒步上山的话则是要辛苦爬600阶。
在这里可以看到一支旗杆标示着山顶位置，这根旗杆号称印度支那最高，底座上装饰有精致的浮雕，刻着包括战塔、棚屋等等代表越南文化的精髓。上山列车买的是单程车票，从山顶下山时就要走600级阶梯路了。这段楼梯走起来还蛮陡的，如果膝盖不好的话，下山也可以买车票搭车。一路还会经过不少fancy pan legend的新建景点，都是寺庙和花园，包括观音像、保安禅寺、大佛、大钟楼和佛塔。寺庙包括大佛都可以进入参观，天气好的时候，他们也为山景提供很好的点缀。接下来可以前往猫猫村，猫猫村位于猫后阿巴类的底部，从沙帕镇上走去是一路下坡，步行可到。我们选择花半小时走路，顺便欣赏一路的风景。进入猫猫村需要门票，入村之前在门口买票就可以了。村门口就有个路线图，把主要的景点列出来。主要景点都在深蓝色的路线上，经过要验票的村门口后，沿老街一路往下走，过桥经过山谷，正好绕一圈。参观时间慢慢走，大约半天。买好票后进入老街，就可以沿路参观。猫猫村成立于19世纪中期，是黑苗族的家园，风景相当美丽。即使只是单纯走走，也可以放松心情，就像到艺术馆参观。村里不少地方的观景点风景不错，到处设置了拍照平台。村子被群山环绕，我们从村子的观景台可以看到梯田和番西邦峰。我对猫猫村的第一印象其实是老街上很商业化。在20世纪初，法国人发现了这个村庄，并将其开发成度假胜地，后来成为沙帕最具代表性的少数民族文化景点。所以现在的猫猫村除了自然景观，也有很多民宿、小店，村民展示和销售各种当地的手工艺品。有些游客喜欢在猫猫村租传统服饰来穿，作为文化体验的一部分。在这里也可以看到黑苗族的传统房屋，尝尝少数民族美食等等。村里还有一个瀑布，名为 Cat Sky， 其实这就是猫猫村名字的由来。接着就会到达村子中央，景色仍然非常漂亮，也难怪当年法国人选择猫猫村开发成度假胜地。村中央定时会有黑苗族的舞蹈表演，表演约25分钟，过了 Love Boy 之后就可以到达表演地点。看完表演，正好沿河边欣赏山谷中的景色，一路走到通过Cat Bridge 离开。回程路上，如果想要叫车，路边有很多 motorbike taxi 招揽生意。我们当时遇到的单趟大多开价50K， 可以讲价。如果你喜欢深入了解文化与壮观山景的深度行程，在沙巴找一个喜欢的徒步行程路线，观赏美丽的梯田与山景，造访少数民族村落是必须做的事。沙巴一带拥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，其中包括多个不同的族群。每个族群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、服装和传统。我们这次选择的是观光客比较少的 Muang Hoa Mountain 践行路线，经过 Hangda Village 和 Muang Hoa Village， 整趟行程约5小时，预计走12到15公里。一开始的山路蛮陡的，不过我们自己带上了登山杖，有着充分的准备，所以倒也一路轻松上山。大约1小时左右，我们已经爬到了山顶。山顶有着漂亮的云海，当雾散开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望见中越的边界和番西邦山顶。徒步还搭乘番西邦缆车上山还是很不一样，感觉更亲近大自然。是我们走上来的路，里面有点若隐若现的是番西看山。继续往前走，我们到了 Hangda Village， 是一个黑苗族的村庄。黑苗是沙帕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，一般的苗族村落都是自给务农，四处可以看到牛羊、鸡、猪等等的动物。
我们在这里吃了午餐，人数少的好处就是吃饭自由。我们请导游帮我们点些一般苗族人的家常菜，菜色有番茄豆腐、炒高丽菜、红萝卜炒猪肉、春卷、青菜汤、炒鸡肉等等，口味跟一般的越南菜不同，反而跟台湾的家常菜很像。下午的路线准备要穿越农田，当地的作物，因为沙帕这里很冷，除了稻米之外，水果主要是种桃子、梨子之类，其他看到最多的就是芭蕉。苗族制作染料、编织袋子也都是使用当地可以找到的植物为原料。这里主食主要是稻米，4月开始，收成的季节是8、9月。沙帕稻田景观很美，想要看到最漂亮的梯田的话，要在收割季节的8月来，才会有金黄稻穗的稻田景观。我们来时是12月，看到的是休耕中的田。我们看到了一些小羊在这个田中，正在吃草。我们现在走到一半，然后这里再看这个田很漂亮，然后就看到这只牛就挡在路上了。嗨，你好，同学，嗨，下面还有更多，嗨。大家好，我们现在走到 Valley 的村庄，这个 Moon Qua Valley 中间，他们这里盖了一个竹房子，上面盖了一个平台，就是让你看这个梯田的景观，非常壮观。然后而且下面你还看到沙帕的当堂这样。我们穿越田埂，往山谷里的猫或 Village 走去。行程的最后，我们到村里参观菜园、喝茶，了解苗族的生活。这里的人们过着的还是朴实的田园生活，平时自己种菜忙农活。很多西方观光客喜欢这样的气氛，会安排2天1夜的行程到村里住宿，和当地的少数民族一起晚上聊天喝茶，最后就由摩托计程车将我们送回旅馆结束行程。更多心得和相关连结，我们放在叙述栏中供大家参考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时空旅人杂技的 YouTube 频道哦。